大家好，这里是幸福星毛，我是 Amy。一杯咖啡的时间，知识使你更有力量，更有魅力。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？刷着手机，看到别人拥有这么多的才能，然后自己想要为自己做一点什么，增加职场后辈的竞争力，但执行个2-3周以后，却又觉得郁症乏力。这其实是你不了解你所处的学习阶段。另外，你跟孩子相处的状况如何呢？你是否常常为了盯着孩子学习，把你们的亲子关系弄得非常紧张呢？今天 Amy 将带你了解，为什么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像推不动的老牛一样，进步如此慢速？为什么你想增加职场竞争力所学的第2技能这么难成气候？看完这部影片，希望真的可以帮助你时刻了解自己处在哪一个阶段，如何推动自己和避免提早放弃。如果你渴望拥有发自内心的快乐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咯。你知道学习曲线吗？相信许多人都有听过学习曲线，但近期 Amy 真的觉得学习曲线真的非常重要，所以想要赶快分享给大家。学习曲线能够帮助你什么呢？第一，检验你到底走了多少路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所花的时间是浪费时间。第二，当你知道自己所处在的学习阶段，你便可以放掉一些焦虑，真正静下心来学习，并进行学习规划安排的调整。第3点是 Amy 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去除比较心。当你知道自己所处在的阶段，你就不会一直拿自己跟不同起跑点上的人一再做比较，打击自己的信心。我们知道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，以符合环境需求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如果一直处于比较的状态，会很容易放弃，非常难以养成技能。那要怎么使用学习曲线呢？Amy 先简单介绍一下学习曲线。首先，你可以看看自己是属于学习曲线的哪一个阶段。再来，你需要评估在这方面你是不是特别有天赋。很多人认为有天赋就是不用学习就会，但事实上很多大师都在传记上提过，如果你能坐在椅子上重复的练习同一件事情，就是一种天赋。这句话表示，天赋是需要后天努力去把钻石磨刻出来的。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虽然觉得累，但成品出来以后，你会很有成就感，甚至乐此不疲的，就是你的天赋所在之处。你可以继续往内挖掘。我们来看看这图表。B 阶段的技能有1半以上的人都可以达成，但是 B 阶段要进到 C 跟 D 的阶段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当中包含了很多知识的累积，还有经验的累积，还有神人逻辑的形成。尤其是进到 C 阶段后半段，开始进入爬坡阶段，这里大概只留存了1到2成的人。而最难达成的是 D 阶段，神人阶段。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人的高级品质，比如说稳定性、临场表现度、反应能力等等良好的数值。在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可以中间稍作休息，再继续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努力。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大家常常在 B 阶段后半段到 C 阶段的地方就放弃了。由于 D 阶段是最难的地方，这里会淘汰掉大部分的人，大约90%到95%的人会在这个阶段之前纷纷退出或失去兴趣，所以留下来的人都是高手跟神人的阶段。所以了解学习曲线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轻易的退出，即使你慢慢的累积，有一天当所有的知识累积够了，经验累积够了，就会产生蜕变。如果对某项技能有天赋，会比较快速进入状况。天赋在学习曲线上，我们会看到
如果你对某项技能有天赋，在学习上可以直接进入 B 段的中后段，也就是70-80分的程度，但在奔向 C 阶段与 D 阶段，仍然是需要努力与投入。所以呢，发掘自己的天赋是非常重要的。选择自己有天赋、有能力的方向，你可以事半功倍，等于是拿到高铁车票。那些天才跟神人呢，拿到的就是飞机票了。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方向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在经历这学习阶段当中的停滞阶段，自己有兴趣、有方向的地方，自然也不会觉得乏味难耐。当选择好自己有兴趣而且有天赋的方向后，就可以利用学习曲线，随时评估自己的学习状况，真正的去除比较心，专心的投入，这样就可以以最平稳的情绪，有效率的学习。大部分的人学习没有成就，是因为他都一直在跟别人比较，没有把重心全心全意的放在学习上。其实只要把心定下来，随时观察自己在学习曲线的哪一个阶段，便不容易放弃，也不会去做无意义的比较，减少很多无意义的时间浪费。当遇到瓶颈的时候，还可以即刻发现自己所处的阶段而进行调整，而不是觉得自己一无所获。父母对孩子的学习也可以采用1个月观察一次孩子的学习状况。很多父母非常焦虑孩子的未来，每天盯着孩子碎念，话语当中有非常多的焦虑。其实，如果你了解孩子在学习曲线的哪个阶段，真的就可以放松下来，适时做调整。这么做可以大大缓解亲子之间的紧张，也可以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关注哦。好的，谢谢你听到这边，希望今天的主题对你有帮助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我们下次见。